后来看看国际议题了，在国际议题的部分，不管我们的外交或者是跟这个两岸的关系，也都跟美国跟这些国家有关。例如我们的友邦快过年了，但传来的不一定都是好消息。瓜地马拉，我们友邦已经剩不多了。瓜地马拉有一个新的消息传出来，这个是马蒂内兹他们的外长公开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呢希望除了维持台湾的邦交之外，也能够获取中国的经贸利益，要重新定义跟中国之间交往的关系，甚至跟中国有意要发展贸易的关系。就是说，总统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要怎么样一边合作，又可以从另外一边这里得到贸易的利益的时候，有可能双边平衡，还是会择一而为之呢？他们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文斌说，一中原则是国际的普遍共识，希望瓜地马拉尽早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断。国家利益是什么？那端出这个所谓一中的概念，让友邦觉得要跟他建立贸易关系。外交部怎么回应？外交部就是再一次呼应呼吁劝北京多关注经济民生，少在国际之间制造麻烦。那尤其是用呼吁的方法不要生是非、惹麻烦、制造麻烦。那我们外交部能做什么呢？断交了这么多国家，永远都是呼吁你不要制造麻烦，但是谁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麻烦？这当然目前没有得到解决过会不会在一个接一个被断交？不知道。好，美国对我们影响很深，那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呢？现在被认为民调上很有可能川普会回来了的川普，除了上次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当选我要苛征60%的关税之外，他又说阴谋论。中国大陆在操控没有就是没有护照的这样子的移民到他们美国里头去，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国家呢，会有这么多人不断从边境涌入美国，是老共干的啦，跟我们的选战论调很像他说中国阴谋控制他们，故意挑出拉丁美洲国家的犯罪分子，还挑了呢，帮派吗？黑帮吗？送到美国去才会有今天的结果。所以他任内对一些国家的人实施禁令，所以才没有受到恐攻。但未来呢？显然移民抗中还是现在美国选战的大补丸，看川普的态度就知道。而美国在拉丁美洲，其实大家细数一下，他前科才多呢。门罗主义带兵去暗杀政变，200年来美国从来没有放弃把手伸进去，尤其冷战以来，一直透过 CIA 参与拉丁美洲的政局，连电影都演了很多了吧，够多了吧？他全力拥戴右派，然后去对抗左翼，就是不要让人家国家平衡嘛。那冷战结束之后，还是被指控说2002年以来委内瑞拉啦，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都有美国介入的影子那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各种的态度姿态里面，智利也是最近引起很高的话题，因为最近的消息是智利前总统很不幸坠机身亡了。那身亡之后，当然他们全国哀悼3天。这位皮涅拉的前总统度假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开飞机的一位过去被称为富豪级的前总统，搭着直升机自己开在大雨当中会起飞，结果不幸的坠入湖里失事了。那其中机上4个人3位家人都没事，只有他失事身亡。那当然微博上很多阴谋论就讨论很多啦。第一个疑点是为什么下雨天硬要开呢？天气候不佳的情况之下，直升机本来就危险。第二个是为什么只有4个人里面这么严重的失事，3个人都活，只有他1个人死亡，有没有人为的可能性？当然这个都有待调查。但是因为质疑这位前总统的背景呢，曾经主导过中国亲中的一带一路的推手那2021年甚至因为从事这个矿业开采的相关的议题政策的时候，被说有收贿的嫌疑，因此价值25亿美元矿区开发计划啦等等的，结果后来因此这个有官司等等，但因为环保争议，最后这个搁置，后来也不再是总统了。但中国跟美国在南美这的确有个锂矿之争。所以拉丁美洲的学者都会分析说，为了争夺很重要的能源转型的这个稀有的资源，世界上一半的锂矿都在哪里？拉丁美洲在这里搞事情的目的可不只是政权友谊当然不是。
当然就是在于这个矿物之争的主战场，是不是美国对于中国的优势感到担忧，以至于当时跟他有阴谋论有关的话题也不少。其实他当时在离开政坛的这个关键也跟矿物开采有关，有很多的这个阴谋论在其中。大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外交的时候，您身为过去的外交官，对于一而再、一而再而三这样的外交的坏的消息来讲，怎么看待我们现在能够因应的，或者是我们外交官员的表现？我觉得现在外交官蛮好做的，外交部长很好做啦，断交还不必下台嘛，断了不是断1、2个，断了7、8个照样不下台啊，那就是表示说，其实蔡英文就是说表示说断不断交他不在乎啦，要不然这大事的话，那负责老公的错就好了哦。对，而且你看这个前2个礼拜，我们诺鲁被断交以后啊，不是马上就图瓦鲁嘛，图瓦鲁到现在也没有要跟我们断交啊，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传言，那时候这个吴钊燮他们已经开始骂老共了，骂大陆了，还没断交他就先说是大陆的问题。那时候我就呼吁说，这个图瓦鲁会1万多人的国家，你可以维持，你把这个邦交稳住有这么难吗？你不要还没有去努力就已经决定了说，反正到时候一定断交，我现在就开始骂老共，他自己一点没有责任嘛？就这很讽刺的，到现在图瓦鲁也没跟我们断交。那老公不是被吴钊燮又白骂一顿了，对，什么事都怪对方，那就跟赛球一样，你的球队每战必北，然后你最后你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别的队都比我会打球，对啊，所以我参加比赛就每一场都输，而且都输给同一队，因为对方太厉害了。那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不堪打呢？以前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维持住？我们不但可以维持住邦交，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有所新邦交。对，那时候像这个非洲有些国家，我们就把它挖过来啦。对，而且是塞内加尔是大国啊，照样我们外交还是展现战力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外交部当然是兵随将转啦，那些外交部的同仁是同样的优秀跟努力，可是那个统帅太差了。他只会骂人，只会骂别人，只会怪对手太强，其他他自己功夫太差，他从来不检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瓜地马拉又一个问题啊，瓜地马拉总统这个是新的政府啊，这个外长说他是总统说的，那请问一下，吴钊燮不是他说总统就职还去过吗？去过说不晓得就说没问题安呐，就为什么外长出来就讲这句话？那外长显然他还是希望两边都有互动啦。不过我想这个情况之下，大陆应该是不会接受的。所以那个汪文斌的话已经拒绝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啦，这个吴钊燮也可以不必还没有事情还没有成为一回事就一开始又要把责任要推给别人了。他现在应该要尽力告诉我，他有什么把握可以把这个尼加拉瓜的邦交稳住。对不对？还有12个，他稳得住，稳不住。不过现在跟他讲也已经差不多，为时已晚了啦。因为他也在数馒头嘛，对不对？蔡英文数了好几年了，最后终于可以怎么样？终于把这个烂摊子丢给别人了嘛。反正没有几个月了，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就一招，反正打败仗就怪敌人太强。那现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个智利智利这个国家矿产丰富，非常丰富。我去过，而且去过它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铜矿的矿区哇，那个真的大到你难以想象，在它北部，那个都是沙漠区，那个铜矿你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城市，住了很多人。结果呢，你去了以后那边当地人就说，我们7年没下雨了。可是问题他那个经济生活还可以，他靠海水淡化什么，最主要就是那个铜矿是。然后呢，它很狭长，然后你走内陆的那个铜矿真的是真的叹为观止。然后我们看到那种挖那种矿车它是这样一直这样一个圈一个圈挖到地下，挖得很深，很大很大。然后你到那个最下面去看那个矿车那一个轮胎差不多就3个人高。那矿车的轮胎就3个人高，哇，真的是庞然巨物。所以智利基本上它的经济靠这些。现在又发现最大的锂矿就在智利、玻利维亚跟秘鲁的边界，也是那一块这个荒芜的地区全世界一半的锂矿。
你知道磷酸铁铝矿，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汽车电动车最主要的电池的原料，所以它也变成兵家必争之地。是，朱老师当然中美对抗严重的影响着台湾，影响了台海之间的关系。那比方说，中国在秘鲁又建了一个新港口，那么渴望将来这个港口一建好就可以成为巴西通往太平洋的门户。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就会担心跟紧张。那各种围堵跟对抗，为了选战，必然也是激烈的作为可以预期。因为巴西事实上是参与这个“一带一路”尤其在新任总统鲁拉的这个领导之下，非常的积极，所以当然美国对于巴西的动态是非常的紧张。那此外呢，其实在关于争夺这些锂矿这也受到美国国内立法的影响，因为美国在2022年的时候通过这个所谓抗通膨法案，当时就是要补助这些新能源产业。那其实它是要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继续再向前推进，就不只是说它补助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它连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它的这个上游的这些供应链包括像锂矿，因为锂矿它从这个包括锂电池了，包括锂电池，因为从锂矿开采到制作锂电池，这中间经过一个蛮长的过程。那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变成说，在这个法案的驱动底下，其他国家的这些像澳洲啦，或像像南美洲这些国家，就变成是美国的企业会去投资，会去持股这些矿区，然后甚至进一步就会阻碍这些中国大陆企业对这些矿区这个锂矿的这些汲取，所以这些当然都是未来它等于是要这个叫做就是预先去做防止，预先去做布局这样子一个规划。不过我想要回来讲一下瓜地马拉的这个事情。其实瓜地马拉这个情况其实蛮复杂的我不晓得到底外交部有多大程度的掌握。虽然刚才介大使说看起来目前应该不会转投北京的怀抱，但是我认为未来的可能性还是不能低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新任的总统阿雷巴洛他是一个左派的总统，过去12年都是右派的执政。那在中南美洲，他的情况就是左派的他就比较容易会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右派的当然就会跟美国走得比较近。这是中南美洲作为一个通则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每一个总统都这样子，但作为一个通则是这样子。那阿雷巴洛他的情况是更加复杂，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他当选了之后呢，他其实底下是空的，他的这个政党叫做种子运动党，这被这个瓜地马拉的选举法院宣告为这个违法的，所以他这个政党是不能够收党费，不能够收取费用，不能够吸收党员。那当然他要继续去扩展他的影响力就很困难。那这就会影响到什么？他在国会能够取得多少的这个支持，他能不能有效通过法案？那这两个联动起来，当然就会使得他更需要外在的援助来支持他。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选举法院的法官选举法院这个法官，他是被美国宣告为什么贪腐人士。所以美国其实是看起来是支持这个新的总统的。那包括他就也宣布新的援助计划，要协助他们的乡村发展。可是呢，大家就搅成一团了因为这个法官被宣告为所谓贪腐人士，其实是跟前政府关系比较好，前政府是所谓右派的，所以到底哪一派归哪一派，我觉得是一团大混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总统当然会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财务澳元，如果台北不能满足他可能就会转向北京。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政府要担心。因为过去其实在2017年那时候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当时蔡政府给了瓜地马拉非常庞大的一笔援助金额，去支持他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修建。那现在换了左派的上来，那这个过去的这个投资，过去的援助怎么算？我觉得这个外交部必须这笔账要算清楚，以及我们的应对方案应该都要准备好。蔡舰长，我们明明就有分这么多的邦交国在南太平洋可是我真的很怀疑我们这些坐在外交部冷气房里面的长官，对于这些南太平洋国家的需求，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举个例子来讲，2021年我们刚刚讲到的土瓦鲁，他的外交部长在 COP26 的一个开会的演说里面，他是站在海里面，站在土瓦鲁的海里面，他说他们国家路程原来这一块土地是在海平面之上的，现在已经在海里了。
那我们对于这些部分，我们增加了多少？每一次我们谈到我们的这些邦交国，当然我们的邦交国不是小就是黑。那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来讲，我们只一味的要求那个这些邦交国帮我们在联合国讲话，我们有想到吗？这些邦交国他们有多需要联合国的这些各个的组织来帮助他们解决现在地球暖化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那个诺鲁跟所罗门，小舰长我是去过的哦。那诺鲁其实我当年在1998年去的时候，其实诺鲁就已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产业了，它的产业最大的产业，其实也就是像我们敦睦舰队去，它卖我们最多的就是2样东西，第一个那个可口可乐，第二个邮票，它就是这样，因为它的磷矿已经采完了。那我们我们除了农技团之外，还有医疗团之外，我们还怎么样帮助人家？我们真的了解吗？接下来我们刚刚最后讲到锂矿的问题啊。锂矿现在已经慢慢从我们大家的手机上面，已经慢慢的变成，甚至连军事，就是像我们现在谈到的，我们的柴电潜舰上面用的电池，也慢慢的都要转变为锂电池，甚至太空这些卫星，它也要使用锂电池。那当然，锂矿就变成大家最需要的部分了。大陆它到底有没有锂矿？大陆是有锂矿的哦。大陆本身在青藏高原以及在江西的白石华山，它都有锂矿，但是那是它的战备储备。那它当然想要对外的采购，可是大陆的采购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只想把原矿石买回来自己那个炼解，可是大陆都愿意跟当地国合作之后，然后部分的技术转移，让当地人也可以富裕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陆的外交或者是我们讲锂矿争夺所向皆捷、遥遥领先的重要原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然，中东的战局还在持续当中一个关键因素，美中关系又是如何？本来是想说，美中关系如果降温，有机会让中东的这个战事可以回到回稳的状态，但显然现在看起来反而是踩油门吗？怎么说？对陆最大鹰派的这一位美国副国务卿现在职务出来是坎贝尔，被形容为印太沙皇啊，这个是2月6号参议院压倒性票数选出来的。那么，因为他过去对于大陆的态度一向是非常的强硬，因此被形容为最大鹰派。那现在呢，他过去甚至曾经2019年讲过说，华府人士已经形成共识，跟中国要进行交往的时代已经要过去啊，不交往是怎么样？要交战吗？那要怎么的沟通跟协调？全球化也就是在这之后，中美开始对抗而被切断的。而布林肯现在则是访2把手这样说，那到1把手去访问中东的时候，中俄现在做了一件事情，指责美国加剧中东紧张的局势，所以准备要在3月份举行海上军演，由谁来进行呢？现在正在被攻击的被轰炸的伊朗，加上中国跟俄罗斯，中东在危机，美国跟伊朗这样有种对峙气氛的情况之下，要进行军演，这是由伊朗海军所宣布的。这个地点在哪里？还不回答，暂时不说。所以军事冲突有可能越演越烈吗？虽然我们要过年了，但他们没有过年啊，他们会不会在这种冲突上升高？我们要随时关注。美中经济工作小组会议刚结束之后，美国正在关注的是，产能，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一直说对方的产业政策有问题，但反倾销这种对抗围堵，现在还担心什么会让其他国家反而更担心吧？在各种包括抖音啊等等的围堵政策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拜登啊，美国大选因为11月要登场。拜登跟川普2个人的冲突当然越演越烈，但拜登的表现实在是没有办法。很多影片里面都看到他的确反常的表现，例如他的致辞里面对于一个已经过世的法国前总统说刚刚见过他，怎么回事？看看这段画面。
And I sat down and I said, America's back. And Mitterrand from from France looked at me and said, you know, why, how long are you back for?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here for including bipartisan elected officials like Representative Governor, Senator Braun, Senator Booker, Representative Jackie, are you here? Where's Jackie? I didn't think she was going to be here to help make this a reality. 为什么他们标题下见鬼了？因为老师把那个已经过世的人，我有没有在现场？我爹不，或者是把密特朗，其实他讲错了啦，他应该是讲见到马克宏啦，讲成密特朗已经过世很久了，所以他的健康状况当然让他在民调上也处落后。看看这个数字里头 ，NBC 的最新调查数字是川普支持率47%，拜登42%落后。那尤其施政满意度呢，他只跌到了37%，是上任以来的新低之外，各种议题上的表现，民意里头几乎都输了，身心健康议题更惨，直接输了23个百分比，移民当然也输，川普是最强硬的，输了35哦。他赢的只有哪里呢？堕胎议题跟人权议题。那因此，不管是拉穆森民调，28%的美国人认为拜登还有可以继续选总统的能力，但近60%的选民认为拜登现在处于精神耗弱的状态。像刚刚那个最新的画面，也让我们看到都觉得好像怎么回事哈，会替他一点担心。更何况是美国民众呢？大使从这个美中对抗的这个氛围，再来看到选举，是不是更值得观察？对，选举的时候，当然就把很多事情他在夸张放大了。那选完以后，就看实际状况。又重新洗牌啊，所以选举的很多语言不要把它当作真的，尤其美国这个选举。那你最近看那个，我最近常在看那个川普的演讲，哇塞，超精彩的，真的，那这种火力全开。然后他每天在演那个拜登那个哈，就是有点失智，模仿他有点失智啊。那真的演得活灵活现啊。那现在两边这两位老先生啊，都用人身攻击方式哈来互相攻击啊。那这次说穿了很没有民主风度，就美国总统选举选到两个候选人这样子啊，互相的挖苦，互相揶揄哈，互相的怎么讲呢？人身攻击啊，这个是我起码印象没有这么深过，没有印象或搞到如此没有风度啊，还非常难看，而且两位都是也不是说德高啦，起码就是说年高啊，望不望重的年高啊望。也是有点声望的，这个是真的做了很多很错误的示范了。人家把美式民主哈，事实上就从此会看得很低，我觉得是这样。那就这边讲啊，说这个印太沙皇啊，这个啊，我觉得都对 Campbell 哈 ，Kirk Campbell 啊，有点过誉了。哦，哎，第一个他也没有这么大权限。那第二个呢？开头听起来很威耶。开头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什么？这华府这最鹰派啊，我觉得这个对陆最大鹰派，我觉得这个 title 给他也不太公平啊。哦，对，其实他是比较属于这种，我觉得是属于职业官僚的。他长期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跟国务院哈，有关中国大陆的事务的任职。可是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他是学者出身啊，留学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啊，所以在华府也是学他的这个所谓的学历背景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事实上，我记得他过去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解释美国不能够对台湾政策所谓的放弃所谓的模糊策略。那模糊策略，也记得很多那种拜登好几次就是说，哎，这个台海出事，美国要不要出兵？拜登都说出兵以后，回去第二天2个小时后，华府就他的白宫就出来说，我们的这个对中国政策没变，不是那个意思，这样。这不是，其实白宫的幕僚就是Campbell 啊，所以我给他挂一个什么最鹰派啊，我觉得对他不太适合。那另外一方面，真的对中最鹰派应该是那个John Bolton， 这个波顿不只是对中最鹰派，他对伊朗是最鹰派，他对俄罗斯也是最鹰派，他天天就想打仗的，你知道。那现在美国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选举了啦，那很多事情都会怎么讲，就是要找对手来抹黑、妖魔化。
那国内的对手啊，国外对手也是。可是我觉得并不会说影响拜登的政策太多。左老师世界的战争很多地方都还在进行，但美国显然在国内选举成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了。其实美国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大概就是他们的边境危机吧。对啊。最近其实也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就是说联邦的这个边境巡逻队可以去进入这个德州部署这个铁网的这个边境区、边界地区，所以现在变成这个联邦跟跟德州之间相持不下，然后。最近这一两天，反而在美国传得很热门的一个影片，就是说有一些移民从加州的一个小径这样进入美国的边境，然后说呢，他就问这些移民说你怎么进去了？结果他说他是看这个 TikTok 上面的这个影片发现到的所以现在 TikTok 又变成是一个焦点了，说TikTok 还教这些东西，对，但其实 TikTok 它就只是一个平台嘛。对不对？所以重点是提供这些内容的人，而不是这个平台本身。那当然，我认为其实对于美国来说，这个边境的问题其实是它整个就是说，它是在它选举这个竞争底下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边境的问题是拜登上台以来被认为最受批评的一个政策，而川普时代所谓建立围墙，那时候很多民主党人都取笑他，就后来没有想到呢，建了以后，现在因为拜登时代这个非法移民越来越多，所以连民主党人很多人都赞成要设置围墙了，所以整个这个美国民心的转变，当然就会反映在几个所谓的这个摇摆州啦，像这个亚利桑那州啦，像内华达州啦，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当然，我觉得回来讲到刚才讲到这个，其实这个跟美中之间的竞争有什么关系呢？川普其实不只是影响到边境危机，而且它影响到拜登的中国政策啊，因为他现在说要这个增加关税，要增加60%。那你拜登本来可能还要解除他这个他一部分的这个关税，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上台就讨论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下决定。现在川普这么一闹，他动不了了，因为他不能够示弱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最大的影响是2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很多本来可以跟拜登谈，他说不行，我们要等川普来，因为川普可能会回来。那第2个就是呢，因为川普就是表现得很强硬啊，比方连日本、美国的盟友、铁杆盟友，他就说，你日本公司你要跟我购买我的美国钢铁公司，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叫做美国钢铁公司，我怎么能让你收购呢？那这种情况下，他每一个国家他都要采取强硬的措施，拜登就很难妥协，很难合作，那他就不能有成果，他就很难有成果。所以我认为川普因素是我们今年要看待美国这个拜登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变数。曹监长。我们在讨论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还有这个印尼，他们对不起，那个跟伊朗进行这个海上军事演习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它已经是常态化。为什么这么说？它从2019年、2022年、2023年，其实它就已经曾经做了3次了。那如果我们来看最近一次，也就是2023次的它的操演的内容的话，这个不是大陆做的，这个是伊朗的国家通讯社它做出来的资料，里面都是中文然后，但是他讲了第一个操演的地点在马克兰海。马克兰海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讲到的阿曼湾，也就是伊朗跟巴基斯坦中间的这一个海域那我们来看，大陆派出来的什么样的兵力它不是一个舰队，它就是单舰而已。也就是他派出了052D 的南宁舰，这一艘是南宁舰。那也就是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一般所常常讲到的日本跟美国，不是也常常在我们台湾东部外海的这个菲律宾海进行共同可操作性的一个军演吗？难道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伊朗就不行吗？那也就因为他们现在面对这个问题，他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这一次的演习其实针对的是因为地区的安全，因为地区安全也就是在印度洋，甚至在赫尔姆兹海峡这附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也就是其实他们是针对需要的。至于说刚刚还有继续讲到 TikTok 的问题这些人我不晓得在讲这些事的人，
我不晓得他是了解 TikTok 还是不了解。不了解 TikTok 跟我们所使用的 FB、IG 其实都一样。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第一位邀请的是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基大使。简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新年快乐！对呀，明天开始要放年假，大家开始要过年了。那在此之前呢，所有的新闻话题，除了我们吃的猪肉这个安全议题之外，刚刚前一节我们讨论了很多，再来就是国会了哦。在国会的部分热度不减呐，流量更是韩国瑜密码，只要有他的地方，讲他的、骂他的，流量都很高。那以郭正亮他就特别讲，韩国瑜找周万来的震撼内幕是什么？表示韩国瑜在乎的不只是拿那个议事锤敲一敲而已，不是只有这样的功能，他更在乎的是什么？关切立法院补足的是催生国会改革。怎么做呢？包括了每年总统的定期国情报告啦、人事审查权呐、改选的记名制，甚至立法院听证调查，还有藐视国会罪，这些议题都会是他被请益的内容，就代表韩国瑜接下来想要推动的国会改革，也就在于此哦。当然，柯建铭过去在8年以来，所有的政党斡旋几乎是横着走。那现在呢，他就批。像这些做法就是蓝在野党的国民党想要毁宪乱政，把宪法给毁了吗？是谁要毁宪法呢？他形容是比义和团还要义和团，还要问黄国昌说蓝白要一起搞这种毁宪的做法吗？毁宪乱政，莫此为甚等等的。那大家在联合报的分析里面就觉得好笑了，因为好笑是什么？原来民进党也怕东厂啊。这段时间，这8年来，不是都是你们在搞东厂吗？一听到特侦组这么害怕，因为陈水扁不就是被东厂、被特侦组给办的吗？那这个担心是不是像陈水扁当初的历史事件重演吗？那全国要健全国会，要求监督，这么怕的问题是，除非这些官员是目无法纪，还是他本来是横行无阻，那迫不及待要帮。大官抱不平，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什么？民进党怕的不是东厂，是阳光啊！阳光照进来，黑的地方就被看到了嘛！所以永远的总召还可以像过去这样呼风唤雨吗？郭正亮就说柯建铭知道人数输，那你怎么搞？就没办法了嘛！立法院以后每天都会发生。那废票2-1情况当宣布就是这个。陈昭姿跑去骂他嘛，我跟你交情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个事情他没有用啊！告诉你，每天都会这样，人数少，人数不是绝对多数，自然就会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的这个横着走跟横行霸道。那尤其是立院活字典周万来秘书长一就任之后，帮助韩国瑜用这个。各种的规章制度来让大家心服口服。未来呢，这个活教材概念有多厉害？来看看他一场议事主持的画面就知道。当他一站开来，摊开小本本上面是有议事规则，开始念的时候，听听看，全部的人只乖乖听训，刚刚听老师说那不管是在野党现场的柯 P， 或者是韩国瑜跟副院长两个人都一样，都是只能哑口无言听他来分析。那更何况在柯建铭、陈昭姿这个开杠的场合里，当时韩国瑜的反应也让大家今天还话题余波荡漾，看着我的眼睛。个人上就是在。精神上可能有一点点在睡眠上的不足，用这6项来判定，我不服气啊！自己犯的错就是认的嘛。本来输赢秀，他头一刚唔拿你炸开，这种没意思的。院长，规栋跟老兄弟来，规栋早尔香，你们2个可以进来吗？总召看我眼睛，不是休息一下。前面输赢，这是好。流氓吗？这个是议场我以为是兄弟在谈判就人家对他的这个提问，他用这个态度，前面输赢要闹狼嘛那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柯总召要强调议事规则的时候，马上这位秘书长就跳出来，哎呀，议事规则是如何，那当然风波就暂时缓下来了。PTT 上这种讨论，当柯建铭、陈昭姿开干的这个画面韩国瑜的表现反而过去最常黑他的这个社群平台，这次倒是都还蛮正面的，这样缓和气氛啊，那没有绿色
独大的国会比较精彩啊！哇，真的太适合当立法院长啦，那总比去呛人家好太多了，充满了爱与欢乐，很舒服哦。所以这好像就变成一种新的另类的国会的现象，也被称为是韩国瑜新的一波的韩流的状况嘛。大使，就是过去8年的这个立法院哈，基本上就是怎么讲，替这个民进党蔡英文这个政府啊一手遮天，让他怎么样？变成一个黑金，吃人民啊，喝人民啊，把这个法纪法治完全都摧毁的一个立法院。那谁是罪魁祸首来？那就柯建铭啊。柯建铭就是立法院变成义和团的，他就是义和团的团长。哎，过去8年他就是团长。他现在骂人家比义和团还义和团。对啊，这种就是典型的兄弟的口吻啊，对不对？兄弟都是这样啊，他都是别人错，他自己不会错。他周楚除三害，他就是周楚嘞，他比周楚还周楚，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隧道中已经对岸已经露出光吗？已经有阳光了，已经有阳光了。而且说实话，这个韩国瑜真的讲，他真的是干大事的人啊，不是在那边搞鸡毛蒜皮啊。这6项改革哪一项不是在改革我们现在政治体制上最大的问题啊？对不对？你现在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哪有制衡啊？哪有法治啊？你看这个要国会调查权跟听证权，就是要制衡被民进党瘫痪的所谓的司法体制嘛，对不对？司法体制现在根本就睡在那里，而且搞国会听证调查，这是世界的潮流啊！你看美国有没有国会调查？英国有没有国会调查？这个听证权，这个大家都有的啊，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宪法里面没有啊，对不对？立法院没有，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轮流来干招委啊，这个全世界是一个笑话。以前我们带外宾去立法院参访，他们说啊，你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轮流干的那你们要多数党干嘛？对啊，什么叫那有多数少数有什么用？人家听了就觉得莫名其妙对，可是我们就让他这样的体制那么久，然后呢藐视国会，我就想起来了，当初郑丽文在立法院被那个苏贞昌那样子的羞辱。郑丽文代表是人民苏贞昌是公仆公仆修理他的主人，有这种事情吗？所以当然要藐视国会罪啊。像当时的话，像苏贞昌立刻就这个立法院的警察就开始行使怎么样维护立法院的尊严跟秩序，立刻就可以怎么样制止他那种行为了。那那时候是谁？那时候立法院是谁在那边当家？就是这位这个柯建铭柯建铭横行霸道，对不对？为虎作伥8年，让我们国家的体制全部瘫痪，让我们这个社会感觉的没有一点正义都没有了，这个社会感觉没有是非，就是这些人搞的现在这些人换了位置不过还是要小心这些人说实话啦，他在位的时候呢，他就要人家照他的规矩办；他不在位的时候一点规矩都没有。我告诉你，到时候动手动脚还是这些人，他们就怎么样说暴力边缘什么通通都会出来。我跟你讲，这些人在没有他真正你治得住他的时候他就天天找你麻烦。你看现在说实话，韩国瑜是拿得出办法的，对不对？周恩来这个一个议事规则，可是我认为这个东西它还是有极限。到时候这个谁国台这个柯建铭他们又要搞暴力边缘了，要小心。我觉得现在这一次大概是全民都在支持韩国瑜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民意基础，因为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了。民进党这个政府过去瘫痪了中华民国体制，现在说要维持体制，维持被他瘫痪的体制吗？所以我觉得这次名气可用了然后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有原则能战。然后呢，而且越趋成熟的一个韩国瑜，所以我们真的寄予厚望了。希望韩国瑜让我们这个人民的权利不要再被怎么样被民进党这种瘫痪掉了，让真正的充分的行使我们的民权，让这个政府是在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怎么样、人民的认可下才可以作为，不能够再回过头来骑在人民的头上，然后欺负老百姓、霸凌老百姓了。好，看一个最新的消息之前，待会再来问问左老师因为刚刚讲，如果国会要监督被民众期待的各种角色很重要，蓝白
至少在野党要想办法合作。民进党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寄生国会什么意思哦？民众党党团要求进出立法院这个党团的办公室等等，立法院这里要加强管制。为什么？因为柯文哲显然现在没有主舞台嘛，大部分就是跑到这个党团这里来跟8个立委开会，所以避免担心这个可能形同被曝光，所以要求媒体跟访宾没有事就不得进入党团。那过去没有这么严重的管制，现在在民众党要求了，那表示以后柯文哲会常在立法院操盘吗？那被形容是不是又要寄生国会？那未来在野党的合作跟议题上，也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毕竟国会改革也是民众党最早提出来的议题之一啊，周老师。如果说民众党呢真的照柯文哲原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集体决策机制，那柯文哲这一票是不是在这个民众党党团里头，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那我觉得其实当然这个是民众党的这个怎么去处理他们内部的一个决策过程，我觉得可能外界也不见得需要有太多的这个之前是想说你用这个办公室开你们自己的党中央会议等等啦。对，那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关心，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对韩国瑜有这么高的期待？主要还是希望新一届的立法院呢，能够就是真的能够反映民意啊，真的就是反映一个现在新的政治现实，就是现在的国会是3党不过半，而这个3党不过半是反映就是说，虽然民进党取得了总统的这个职位，但是呢，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他受到有效的监督制衡，而且多数的民意认为说，过去由民进党去掌控的一个立院多数呢，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反映民意，没有办法让民众所期待的立法能够付诸实现，所以。韩国瑜在他在掌舵这个立法院的过程里头，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能够发挥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手腕，能够运用他的个人的高声量、高能量，能够真的是让这个民进党呢能够接受到监督制衡，能够让民众的这个怨气能够发泄。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他也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毕竟他是一个立法院的院长，他是国会的议长。他的重点可能是在反映整个国会多数的意志，而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好恶。所以怎么样在他施行他的主席权限的过程里头，去反映出这样子一个多数意志，我觉得那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个对于韩国瑜本人也会加分，因为那是一个真正所谓的对于民主价值的一个尊重，跟对于一个民主程序的追求。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不管对韩国瑜对国民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在进一步成长，政党进一步能够获得民众支持、获得民众肯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这个元素。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韩国瑜可能本身也要小心，就是说如何避免这个，就是说大家的关注对于未来立法院都是关注他一个人。当然，我觉得他本来就有这个能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他有这么高期待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的关注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哈，有时候就难免会让他就很容易受到各种就是不合理的攻击。我觉得这样可能也对于国民党对他不见得都是好事。相反，国民党这一次选出这么多年轻的立法委员，我觉得他能够展现出一个集体的战力，能够展现出这种通过辩论、通过讨论，能够凝聚一个多数的意志。我觉得这一点是其实对于国民党、对于整个年轻世代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相信这也是韩国瑜所期望能够看到的。他从4年以前开始，就是说那时候要竞选总统，我想他就展现出来，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能够世代交替也好，或者能够这个换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他其实是有很高的这个责任感。那最后其实我觉得也是要期勉他了，因为其实美国有2个国会议长都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波尔多，他后来因为他担任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非常成功，后来就成为1845年就选上了美国的总统。他在任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呢打败了墨西哥，所以后来德州就并入了美国的这个领土。他原来就是国会议长出身，那他因为在国会议长表现得非常显眼，非常受到大家的肯定，后来就奠定了他这个就是
竞选总统而且胜选的一个基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叫做克雷，他是在1811年到1825年之间担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虽然他没有担任总统后来他没有担任总统，但是他在国会议长的任内，他很有效的去引导跟领导整个国会多数意志的形成，所以他不单是促使了美国对英国宣战，而且也帮助美国的这个非洲这个移民，最后再回到非洲去建立了一个国家叫赖比瑞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期待就是韩国瑜未来能够扮演一个真正能够引领民意、能够创造历史的一个国会议长。看到这届新国会的成型，其实是在野党部分的确是百家争鸣哦。我看到每一场党团记者会，就有很多这个新科立委们都出来要一起站议题等等来做监督，这是一个新的国会现象啊。韩国瑜院长啊，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走对了3步。哪3步？第一步，也就是他选择江启臣委员担任他的副院长，而且没有和民众党做任何的交易啊。第二件事情，也就选择了秘书长选择了周万来这个议事规则，教科书等级的担任他来协助他担任院长。第3件事呢，其实也就是展现了院长的高度。院长的高度在哪里？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看到这个 CG 了，也就是柯建铭要展现他是一个国会的一个好像是在执政党多数的那个角色，然后准备要对陈昭姿开骂了。这个时候，韩国瑜说：“柯总召，看我的眼睛，休息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他不让柯建铭在党团协商里面破局。对，然后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瑜事实上已经展现了以上3点，走对了以上3件事情。不过我们要这样讲啊，最近有一个媒体人曾访问了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的张五岳教授，我们都很难想象张五岳教授其实跟韩国瑜已经是30-40年的一个老朋友。很难想象吗？大家都知道。对，不是很难想象，一般很难想象。那但是他甚至啊，从当时还是台北县的要选县议员的时候，张五岳教授那个时候他还在念博士班的时候，他就拿着麦克风大街小巷的去帮他助选。那他谈到了很多韩国瑜的这些大小事啊。那也就是说，其实韩国瑜不是我们想象的韩国瑜。我们想想看，在北农期间，他竟然可以让他的员工公费的去念硕士班，让这一些员工不再只是下班了，中午下班了，然后就大家来喝酒，然后大家来打牌，而是开始念书。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火炬手的角色，也就是他曾经在北农如此做过。未来我们已经看过他展现了高度，他也会带着我们的立法院，不再让行政院藐视国会，不再让立法院变成立法局。对啦，当时在北农的时候是一种积极领导的风格，后面被很多人讨论过。现在要不断的进化之后，到了立法院院长又是另外一个角色，需要有不同的高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